Canva 是一款现在非常流行的平面设计还有影片剪辑工具，有越来越多新手就选择使用 Canva 这个平台，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在短时间内制作出你想要的作品。今天这期影片我会告诉你使用 Canva 的27个技巧，有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些技巧，但是这些技巧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使用 Canva， 并且能够制作出更加出众的设计。嗨，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都会分享3部影片，所以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如果你还没有 Canva 账户，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进入到这个界面。Canva 是可以让你进行免费的使用的，所以大家一开始可以先去免费的试用一下。但是如果你有预算，我是建议大家直接申请到 Canva Pro 的，因为它有更多功能。今天影片里面讲到一些功能，也会用到 Canva Pro。然后你就会进入到这个界面，注册 Canva 账户也是非常简单的，你可以直接使用你的谷歌邮箱、Facebook 账户或者是其他邮箱地址。如果这些你都没有，你可以选择这个透过其他方式继续操作。这里还会有更多选项去让你注册 Canva 账户。首先第一个技巧就是 Canva 能够去除照片的背景。Canva 这个功能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非常的方便。例如说，现在我有准备了一张照片，我需要去除掉它的背景，我可以连这个编辑照片，然后这里有个背景除工具，我选择一下，现在 Canva 就会帮我去除掉这个照片的背景，我们需要等待几秒的时间。现在你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特别是这张照片它有头发丝，但是你可以看到头发丝的背景也被去除掉了。我可以给它加入一个背景，比如说加入一个蓝色的背景，你可以看到去除掉的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完美了。所以我认为这工具是非常好用的。第二个 Canva 使用技巧就是你可以给你的人像或者其他物体去加入一个外轮廓，这功能在你做缩图的时候非常方便。比如说现在我准备了我人像，它是透明背景的，为了给它加入一个轮廓，我可以选择编辑影像，然后这里面我选择阴影，然后选择光晕，然后我再点击一下查看构图像，这个时候我要调节它的透明度，调节到100，然后把模糊化调节到0。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在我人物的外轮廓就会有一圈黑线，然后我可以调节一下它的大小，让它更明显一些，也可以调节它的颜色，例如说把它变白色，像我的人物就有一圈白色外轮廓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很多缩图上面他们的人像都有一圈这样子的外轮廓，就是这样制作的。第三个技巧就是在 Canva 上面能够使用 AI 去把文字转换成图片。我们需要在左边找到这个应用程式，这里面你可以找到这个功能 Text to Image， 这里面你就可以输入任何的描述，你可以使用英文或者中文都是可以的。例如说这里我输入描述可爱的小毛泰迪犬，室内灯光，然后接下来我可以选择样式，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电影感一点，梦幻风一点，还是说照片形式、动漫形式、水彩形式，这里面你可以选择查看全部，这里面就会有更多艺术形式供你选择。比如说我选择梦幻风一点，然后这里面你可以选择宽高比，有方形的、横式的、直式的，比如说我选择方形的，然后这里面选择建立影像，现在 Canva 就会帮助我建立影像了。现在你就可以看到 Canva 通过它的 AI 技术，根据我的描述就形成了这4张图片，可以看到还是很符合我的描述的。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选这个重新生成也是可以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尝试一下这个文字转图片的功能，非常好用。第4个 Canva 使用技巧就是你可以在 Canva 上面去剪辑影片，你需要首先来到你 Canva 首页，然后选这个影片，这里面就有很多影片的规格供你选择，比如说有行动影片、Facebook 影片、Instagram Reels、TikTok、YouTube 影片等等。这里面我选择普通的影片空白设计，这里面就会打开 Canva 的影片剪辑器，你可以看到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在底下会有时间线，在这里我可以加入影片，我选这个影片选项，比如说我加入这个影片，像我加入了这个影片了，然后可以对它进行剪辑，比如说我可以调节一下它的时长，我选这里把它拉动，调整你想要的时长，然后这里选择完成，或者是说我想加入更多影片，我可以选择这加号新增页面，这里我可以再投入一个影片，像我就有2部影片了，然后可以选择这里加入一个转场，这里面会有很多转场供你选择，比如说选这个龙姐转场，我们可以播放看一下，现在就有一个龙姐转场的效果了。然后可以在这画面上面去加入各种元素、各种文字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选择元素，我加入这个元素，然后这个元素我又可以加入动画效果，我选择动画，比如说有这个效果，插叙效果，然后这个动画效果又有更加高级的属性，可以让你进行调节。或者说我想加入文字，我可以选择文字选项，选新增标题，在这里面你就可以加入文字信息了。
然后这个文字也是能够加入动画效果的，也是选择动画，这里面会有很多文字动画属性供你选择。所以 Canva 是能够完全帮助你去剪辑出一个非常好看的影片的。继续 Canva 剪辑影片的功能，它也是能够控制元素出现的时间的。比如说现在我在画面里面有这样一个元素，我可以再加入一个元素，我选择元素选项，这里面我再加入这个元素，但是我想控制一下这两个元素出现的时间，所以我就可以选择这两个元素，然后右击，这里面选择显示时间。现在就可以看到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标志，然后选择这个箭头，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元素单独的时间线，然后就可以控制它出现的时间了。比如说这个元素，我想让它从头开始出现，但是在中间的时候就消失，所以可以拉动它时间线，拉动到中间这里，它就会消失。而这个元素，它会在这个元素消失的时候出现，所以我需要把它时间线拉动到中间。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效果，现在这个元素出现了。它消失了，这个元素出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影片剪辑的功能。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 Canva 的另外一个不错的影片剪辑功能，那就是它可以去除掉影片的背景。比如说这里我准备了一部影片，我想要去除掉它的背景，我可以选择编辑影片，然后这里有个背景除工具，现在就可以看到非常快 Canva 就把这个影片的背景去除掉了。然后我可以给这个影片去加入另外一个背景，比如说我加入这个宇宙的背景，现在就可以看到会变得非常不一样。这个影片去除背景的功能和照片去除背景的功能都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下方链接去免费试用30天的 Canva Pro， 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功能了。接下来再介绍一个影片剪辑技巧，就是你可以对影片的画面进行调整以及加入滤镜。比如说在这里我准备了一部影片，我还是选择编辑影片，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种滤镜供你选择，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格，然后你也可以调节它的强度，可以把它变得更强一些，或者是更淡一些。你可以选择查看全部，去查看全部的滤镜。还有就是你可以选择调整，这里面你可以调节影片画面的属性，比如说可以调节它白平衡，把它变得更暖一些，或者是更冷一些。然后也可以调节整体影片的色调，这就变蓝一些了，这就变红一些了。现在就是你可以调节它一些浅色的属性，比如说亮度、对比度、阴影、淡化，然后也可以调节它颜色属性，或者是整体的材质属性，可以加入一些晕影。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调节影片的颜色，所以这个功能就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做出好看的影片了。接下来一个技巧就是你可以给图形去加入框线，比如说这里我准备了一个图形，我选了这个图形，然后选了这个框线样式，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一个框线的形式，比如说这实线的，现在就加入一个实线的框线，或者是虚线的，这里会有更多不同样式。然后你可以调节一下框线的粗细，像我图形就被加入一圈非常粗的框线了。接下来一个使用 Canva 技巧就是，你可以把这图形它的边角进行圆化。这里我准备一个图形，它的边角是直角的，我想让它边角变成圆化的，我可以选择这个图形，还是一样选择框线样式，这里有个边角圆化功能，你可以调节一下。现在就可以看到刚才的直角就变成圆角了，你可以继续调整。调节到100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圆角。大家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你能够这部影片点个赞，感谢你对我支持。接下来一个 Canva 使用技巧就是，你可以在图形里面快速的加入文字。现在 Canva 你想要在图形里面加入文字是非常方便的。比如说在这里，我准备了这个图形，我想要在中间加入文字，我可以双击一下，这时候就可以跳出一个标志，可以让你输入文字。你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就输入文字了。我也可以调节一下文字属性，比如说可以把它变大，然后把它加粗。在还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以前的 Canva 想给图形加入文字，需要分为2个步骤。首先你需要准备一个图形，然后再选择文字选项，再选择新增标题，然后调节它的大小，然后把这个文字叠加在图形上面，这样才能够完成这个步骤。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调整这图形了，我的文字还是不会变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其实我调整图形了，文字会跟着一起变，非常方便。接下来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快速改变图形，比如说在这里我准备了一个图形，但是我想变成另外一个图形，我可以选择这形状选项，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形状供你选择。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变成箭头，现在就变成箭头了，或者说可以把它变成星星形状，现在就变成了星星的形状了。所以这个功能也是非常方便的，能够帮助你快速的变换形状。接下来一个 Canva 的使用技巧就是复制样式，比如说这里我准备了2个图形，这个图形是有个边框的，像我想让这个圆形变成有边框的，所以有个很快的方法就是我可以右击，
选择复制样式，像我鼠标的形状就变成一个刷子的形状，然后再点击下这个圆形，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圆形的边框了。所以这个复制样式的功能就是这样子的。文字的样式也是能够复制的，比如说我想把这个文字样式去复制到这个文字上面，还是一样右击选择复制样式，然后选择这个文字，就可以看到就变成了一样的文字样式了。线条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想复制这个样式，右击复制样式，再选这个线条，现在就可以看到就变成一样的样式了。接下来一个功能就是连线功能，比如说这里我准备了2个图形，然后准备了一条直线，我可以把这2个图形连接起来，我可以挪动这直线，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图形里面就会出现5个点，我可以连接到这个点上面，你可以看到我的直线就和这图形连接在一起了，我可以挪动它。同样的方法，我挪动这条，这个图形也会出现5个点，比如说我挪动到这个点上面，它们也是连接的，所以这2个图形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你也可以调节到这里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连线的功能。不仅图形可以，这些图画也是可以的，还是一样按刚才的方法连接，它会出现点，你就可以连接在一起了，也可以挪动。图片也是一样可以的，比如说挪动到这里，再挪动到这里，然后你也是可以移动的，非常方便。第14个技巧就是你可以在 Canva 里面去快速提取颜色。我选这个背景颜色，这里面选择新增颜色，这里你可以找到选择设计中的颜色，然后就可以开始快速提取出这个界面上面的所有颜色。比如说在这里我可以提取到这个蓝色，然后也可以提取到这个灰色。所以这个功能也是非常方便的，还是和提取颜色有关。下一个技巧就是 Canva 可以让你快速的去提取照片里面的颜色。比如说我选了这张照片，然后选择背景颜色，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里面的颜色就被 Canva 提取出来了，总结在这里。下一个 Canva 使用技巧就是你可以在 Canva 里面去快速创建表格。想要创建表格，你首先需要选择元素选项，这里面就会有表格，你可以选择查看全部，这里面就会有不同样式的表格。比如说我选择这个表格，然后就可以添加信息了，你可以双击去加入文字，每一个表格里面都可以加入文字，然后横列和纵列都会有不同选项，你可以选这个3个点标志，这里面会有更多选择，比如说新增一栏、删除一栏、往左移动一栏等等。这里面纵列也是一样，选这个3个点标志，这里也会有同样的属性，所以想要做的表格用 Canva 就能快速做出来了。下一个使用技巧就是你可以在 Canva 里面去找到很多的边框，还在元素选项底下你可以找到这个边框，然后选择查看全部，这里面就可以让你找到非常多的边框。在之前是没有这个搜索栏的，现在 Canva 加入这个搜索栏，所以就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找到我们想要的边框。比如说我搜索手机的边框，这里面就会有很多手机的边框，或者是电脑的边框，这里面就展示出很多电脑界面的边框。关于边框的使用，我这里介绍一下。比如说我选这个电脑边框，然后在这里去加入图片，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图片就嵌入到边框里面了，会让整体的图片变得更加真实一点。所以这个就是边框的主要功能。接下来要介绍的技巧也是和边框有相似作用的。比如说我还是准备了这张照片，我想让它变得更真实一些，我可以选择编辑影像，这里面有工具叫做 Smart Mockups， 我选查看全部，它的功能也是能够让你把图片就嵌入到一个真实的图片里面的。比如说我选这个笔记本电脑样式，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里面，他看的笔记本电脑里面是出现我的图片的，这就感觉这个人在看我的影片一样，所以会让整体效果更加真实一点。接下来介绍一个技巧就是照片背景虚化。比如说在这里我准备了一张照片，我想要把它的背景变虚化了，我可以选这个编辑影像，在这里找到工具自动对焦。如果你这里没有找到的话，可以在底下找到你可能也会喜欢，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这个自动对焦功能。这时候你看到它的背景就被虚化了，然后可以调节一下它的模糊强度，可以调节淡一点，然后也可以调节一下它的模糊位置，这也是都能调节的。接下来介绍技巧还是关于照片的功能，你可以给照片去加入不同滤镜。我准备了一张照片，然后选择编辑影像，这里找到这个筛选器，也就是滤镜，然后选查看全部，这里面就有不同的照片滤镜供你选择。比如说我选这个，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或者选这个，然后你可以选这个查看控制项，里面可以调节它强度。所以在 Canva 里面可以让你快速的修图，非常的方便。接下来一个技巧也是关于调整图片的，你可以在 Canva 里面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整，还是选择编辑影像，然后选择调整，选这里查看全部，这里面就可以对它一些属性去进行调整，比如说调节它亮度，我图片就被亮了，也把它调暗一点，还有对比度、饱和度，
调节它色调，然后还有一些模糊化，以及其他的正面复冲、晕影、温暖、剔透、明亮、亮部、阴影、淡化等等。所以我认为在 Canva 里面已经足够你去修出一个好看的图片了。接下来介绍一个技巧，就是在 Canva 里面，你可以对照片的人物进行面部的修图。比如说我准备了一张照片，是一个人物的，然后选这个编辑影像，在这里面找到面部修图这个工具。同样的，如果你没有找到，你可以来到底下，你可能也会喜欢这里面找到这个工具。像这个就是美化之后的图片，我可以点这个显示原稿。你可以看到还是有些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具体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抚平肌肤，这里可以调节它的长度，或者是美白牙齿，可以把牙齿变更白一些。可以看一下显示原稿，你可以看到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技巧，就是 Canva 可以让你进行自由的绘图。比如说我想在这个画面里面去画一些图，我可以选这个绘图选项，这里面会有不同的画笔，比如说我选这个画笔，然后选这个绘图设定。我可以调节一下画笔的粗细还有大小，以及说它的透明度，然后可以开始画画了。像我就可以自由的画了。这里面可以调节它颜色，比如说调节黄色，这样我就能画了。或者说调节不同的笔类，这个就是荧光笔，我再画一下，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选到这里就可以擦除掉了。你可以把之前的擦除掉，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功能。接下来介绍一个功能，就是寻找还有替代文字。比如说你做了一份简报，你做了几十页，但是你发现其中的一个文字你需要替换掉，在 Canva 里面现在就能够帮你批量的修改。比如说可以看到，在这个简报里面以人为本出现很多的，这里也出现了以人为本，这里也出现了以人为本。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的答案，这里面选择寻找去取代文字。首先你要选择寻找的文字，这个就是以人为本，然后选择取代文字。比如说我选择取代为以物为本，然后你可以选择是取代单页的，或者说全部取代。比如说我选择全部取代，然后就可以看到这里就变成了以物为本，这里面变成了以物为本，以物为本，这里面以物为本，所以这个功能也是非常方便的。接下来一个技巧，就是在 Canva 里面你可以快速的传输文档去到你手机里面。比如说我们经常做的就是在 Canva 上面制作好了 IG 缩图、YouTube 影片的缩图，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把我们设计去输入到我们手机上面，现在 Canva 里面就有个非常方便的功能。比如说我做好了这个 IG 贴文，然后可以选择分享，这里面选择显示更多，然后可以选择这个传送到手机，这里可以选择用手机扫描这个 QR 代码，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传送到你的电子邮件里面，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技巧，就是你可以在 Canva 制作简报里面去下载单独的项目。比如说这是我制作好的简报，我想要单独下载这个元素，我可以选这个元素，然后右击选择下载所选项目，然后你可以选择要什么样的格式，是否要透明的背景，然后就可以选择下载了。这个就是你单独下载的元素，非常方便。接下来介绍一个技巧，就是仅套用样式。当你在 Canva 上面做设计的时候，如果你想看一下其他的设计风格在你设计上面体现，你可以使用一下这个功能。比如说这里我准备了一个 IG 贴文，我想看一下其他人做的 IG 贴文效果在我这个设计上面有什么样的体现。比如说我想看一下这样的效果，我可以选择这个3个点标志，选择仅套用样式，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就变成了和这个贴文一样的效果了。在你学会了这个技巧之后，你会更好的去使用 Canva。我想学习到更多不同方面的 Canva 使用方法，例如说去使用 Canva 进行影片剪辑，使用 Canva 去制作 YouTube 影片的缩图，可以去看这些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记得订阅频道，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内容，关注 IG 能够和我有更多互动。那么下期影片再见，拜拜。